我的室友菲比，戴维斯一听说我手头有3个候补男友，一套稳固且精心挑选的备胎名单，就笑出声来，那笑声半是玩笑，半是居高临下的嗤笑。说真的，我真为你未来的丈夫感到悲哀，菲比说着，手指在手机屏幕上滑动着刷 TikTok。他得掏空 401k 账户才付得起首付，取个二手货回家。我琢磨了一下这话。他说的不是没道理，但这话纯粹是非比式的，刻薄又带着伪装的天真。你知道吗？我耸耸肩提议道。我可以转让一个给你。菲比原本粘在手机屏幕上的眼睛瞬间睁大了。我不知道，他结结巴巴地说，目光四处游移，就是不看我。接着，我们周围的空气里仿佛浮现出想象的文字气泡，这种现象我早已麻木，但菲比似乎完全依赖于此。OMG 菲比，还犹豫什么？斯凯勒的备胎可不是一般人，一个华尔街 CEO， 一个机车坏男孩，一个波士顿信托基金王子，都身材火爆，都巨有钱，都是极品货色。这可是小说里的情节。嘿，想到菲比要把斯凯勒精心钓的鱼全捞走，真是太带感了。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看菲比带着他整个后宫团在斯凯勒面前炫耀，看着这个恶毒女配脸上那疯狂懊悔的表情了。冲啊，姐妹！菲比的表情变换着，从震惊到难以置信，最后定格在一种纯粹的、贪婪的狂喜。你有3个男人在周转，对吧？他宣称，语气突然变得像一个在奢侈品奥特莱斯购物的顾客那样信心十足。我全都要。我轻轻发出一声赞赏般的低笑。一次3个可能会消化不良，我向后靠了靠说，先从1个人开始，等你把他彻底拿下，我们再谈另外2个。菲比犹豫了一下，然后重重地点了点头。行，但你以后可别后悔。不后悔，我承诺道。1个备胎，$10,000，只收现金。他下巴都快掉下来了。等等，你要收钱？$10,000？你认真的吗？还不如去抢银行。我依然冷静，不为所动。哦，既然这样，就当我没提过。那些想象中的评论立刻惊慌地冒了出来。不，菲比，别让这个机会溜走。这可是千载难逢的交易。这些男人身价几十亿，你个白痴！$10,000算个屁！等钓到他们，你都能在千万美金里游泳了。斯凯勒真是鼠目寸光，令人作呕。一个没见识的穷丫头，她要是知道自己用几十亿的富豪换了$10,000，准得悔恨地抓墙。菲比艰难地咽了咽口水，眼睛死死盯着天花板上漂浮的想象文字。好吧，她勉强同意，声音是紧绷的低语。$10,000，成交。2。菲比花了1个星期才凑齐现金。与此同时，我仔细挑选了要转手哪一个现任目标，那条我准备放回鱼群的鱼。阿什顿·伦诺克斯，21岁，身高6尺2，8块腹肌。我边背诵边递给他一部一次性手机和一个游戏账号。他在对面大学上学，家境很普通。我们玩这个游戏认识的。我继续详细介绍，每句话都是精心设计的谎言，用来维持我编织的故事。他偶尔给我点外卖咖啡，送的礼物从不超过$30。他父母闹离婚很厉害，给他留下了严重的依恋心理问题。他非常敏感，需要持续的肯定。我直视着他的眼睛，提供完整的客户服务说明。我已经把自己塑造成了温柔、善解人意的姐姐形象。你必须保持这个人设，给他所有需要的安全感。哈哈哈，恶毒女配还以为男主只是个穷学生。我们的阿什顿只是在考验他，他讨厌拜金女，所以装穷。想想斯凯勒花了那么久时间就得到几杯廉价咖啡，而我们菲比却能免费得到一切。我要笑死了。菲比嘴角勾起一抹得意的、半带嘲弄的微笑。账号一到手，他立刻改了密码。他给了我一个意味深长、得意洋洋的眼神。斯凯勒，等我彻底拿下这家伙，你会后悔放手的。
我甜甜地笑了笑。我不会后悔的。我只希望你别后悔。菲比只是嗤笑一声，没再理我。他立刻登录账号，开始和阿什顿聊天。接下来的几周，菲比和手机形影不离，不是给他发信息，就是和他打游戏。想象中的评论确认事情进展顺利，阿什顿没发现换人了。菲比在那些网络啦啦队的指导下，正慢慢抹掉我的数字痕迹，一丝不苟地执行着他的攻略计划。2周后，菲比回到了我们宿舍。我第一眼就注意到他脖子上那耀眼的闪光，一条巨大的钻石项链。他立刻捕捉到了我的目光，昂起头，脸上挂着胜利的假笑。阿什顿给我买的这条项链，他宣布道。我上网查了，价值200多万美元。我慢慢点了点头，简单的说了句很漂亮。菲比夸张地叹了口气，说真的，我真搞不懂男人。他故作姿态地说，你比我漂亮多了，也比我聪明，跟他在一起那么久，他就给你买了点廉价咖啡。我这么普通，还有点笨手笨脚的，我们才聊了2周，他就送我这条100万美金的项链。你说这是为什么？我还能说什么？因为，我解释道，语气平淡，他跟我聊天的时候，从头到尾都在装穷。3. 我知道阿什顿有钱。我当然知道，不然我当初干嘛费劲追他？我们是在一款烧钱的手机游戏里认识的。那游戏里有2类玩家，挥金如土、一掷千金的鲸鱼玩家，以及像我这样靠代练账号赚钱的搬砖党。阿什顿是前者，我是后者。一看到他的游戏角色穿着在现实中价值6位数的装备，我就知道他绝非池中之物，是那种一辈子可能就遇见一次的大鱼。我立刻开始了精心的追求，每天一起刷副本，早晚安的甜蜜问候，没完没了的关心询问。我耐心等待着，终于在一个晚上，他倾诉了关于动荡童年痛苦的悲情故事后，我确立了自己温柔、善解人意的姐姐人设，他需要的那种稳定、有母性关怀的角色。这个缺爱、情感饥渴的大男孩被牢牢勾住了。也许他是害怕接近他的人都只是为了他的钱。阿什顿给自己披上了一层穷学生、成绩普通、长相平平的马甲。他常常扮演可怜兮兮的角色，用弱小无助的声音问我，宝贝，我这么普通，真的值得你爱吗？我好怕你见到真实的我会失望，然后离开。我表面上安抚他，心里却默默翻白眼，看着他那一身定制的顶级神装。对于一个有钱人来说，在手游里砸个100万，大概就跟普通人花100块差不多，他们甚至不会注意到花了多少钱。他甚至没意识到自己早就暴露了。但我还是会用甜得发腻的语调回复，永远不会。在我心里，你是最特别的小狗狗，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的。阿什顿似乎铁了心要维持穷人剧本，他极其抠门。他点的咖啡都是不知名的便宜品牌，送的礼物通常是亚马逊上9块9包邮的地摊货。但他的甜言蜜语很到位，在游戏里一直带我飞，偶尔还会给我发一些尺度很大、近乎色情的腹肌照片。有那么一阵子，我是真的有点喜欢他。直到有一次，我骑着小电驴赶去兼职，撞上了路障，右腿骨折，一位好心人赶紧把我送到了急诊室，拍 X 光、住院，后续的物理治疗，加起来超过2万美金。我走投无路了。我拍了张自己躺在病床上惨兮兮的照片，联系了阿什顿。宝贝，能借我点钱吗？我保证医好了就还你。他的回应，沉默。整整1个月，阿什顿没有回音。幸好我找到了一个新目标，帮我付了医药费，不然我可能就永久残疾了。直到我完全康复出院后，阿什顿才恢复了和我的聊天，表现得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，每日早安，不断分享生活琐事。这人渣，他怎么不等我死了直接把花送到我坟前呢？我当时就想甩了他，但没找到合适的时机。
对于一个能在社交上或经济上轻易碾碎你的人，你不能随随便便就提分手，搞不好会惹上大麻烦。所以我继续演着，表现出深情的样子，同时把注意力转移到投资组合里的其他男人身上。也许他察觉到了我的冷淡，阿什顿的粘人和占有欲爆发了，他开始不停地变本加厉地要求线下见面。绝对不行，网络是网络，不能让它污染我在现实世界的搞钱大业。我正在琢磨怎么推脱的时候，我那贴心的室友菲比挺身而出了。他接手了这个被宠坏、要求多多的烦人精。太好了，如果他真能从阿什顿那里搞到钱，那是他的本事，不是我的损失。至少我稳赚了$10,000，实打实的现金。既然我平淡的态度没能刺激到他，菲比就没再提项链的事。对了，阿什顿想线下见面，他说着，目光飘向我。他说要带上我所有的室友，他想请我们吃饭，认识一下你们。他慢慢地一字一句地补刀，斯凯勒，你后天有空，对吧？啊，万众期待的对峙场面终于来了。斯凯勒会崩溃吗？恶毒女配以为他是个普通人，但等他亲眼看到我们阿什顿是个完美的希腊男神，他肯定会被打击得粉碎。哦，不过我有点担心，万一斯凯勒反悔了，想要他回去呢？万一他想从我们菲比手里把他抢走呢？安娜，阿什顿现在明显是迷上菲比了，就算他知道真相，也会毫不犹豫选他的。要是斯凯勒敢耍花样，阿什顿会保护菲比，把他碾碎的。4. 我本来想拒绝的，但菲比接着提了一句，阿什顿给每个室友都准备了见面礼，每人一条纯金项链。我立刻取消了原计划。该死的资本主义。赴宴那天，我穿了简单的 T 恤牛仔裤，没化妆，选了个离主座最远的位置。我不想引起任何注意，菲比才是主角。阿什顿走进来时，我抬头瞥了一眼，肤色白皙，五官完美如雕刻，浑身散发着只有巨富之家才能养出的那种冷淡疏离、高高在上的气质。没错，我想，绝对是个能在手游里砸100万眼都不眨的主。短暂评估后，我又低头看手机去了。阿什顿的目光在我身上停留了一瞬，很快移开了。菲比冲过去迎接他，装得甜美无比。亲爱的，你迟到了。惩罚是，等会儿你得给我包所有的虾哦。他伸手想去拉他的手，他不动声色地避开了。抱歉迟到了，阿什顿带着淡淡的微笑说。我给大家带了点小礼物。谢谢你们照顾我女朋友。他转向菲比。亲爱的，给我介绍一下你的室友们。当然。菲比挨个介绍，但轮到我时，他停顿了一下，唇边浮起一丝恶毒的微笑。这位是斯凯勒·罗兹，我们学校的风云人物，漂亮、聪明，追求者排长队。他以同时周旋3个男人而闻名，所以还挺有手段的。阿什顿僵住了。3个？我抬起头，迎上他深邃专注的目光。我给了他一个平静、随意的微笑。更正一下，现在只有2个了。阿什顿盯着我，眼睛一眨不眨，气氛瞬间降至冰点。幸好，服务员就在这时开始上主菜，缓解了紧张。用餐期间，菲比卖力地展示他们的恩爱，要求阿什顿为他给他剥虾。我低着头，缩在角落里，默默吃饭，用手机发着信息。突然，我的手机被一把夺走了。我抬起头，阿什顿正站在我面前，脸色平静的可怕。你一直玩手机干什么？菜不合胃口吗？这人真没边界感。我皱起眉，只是伸出手，沉默地要求拿回手机。阿什顿没理我，反而低头看向屏幕。在看什么这么有趣？我能看看吗？气氛变得非常诡异。菲比一脸茫然，迟疑地插嘴道，斯凯勒一向吃得很少，阿什顿。别管他了，我们继续吃吧。他没搭理他，只是用那种令人不安的眼神盯着我，然后问道，每个字都清晰而意味深长。你到底
在和谁发信息？糟了，连桌上最迟钝的人都该感觉到不对了。菲比的声音开始发颤，阿什顿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一进来就一直盯着斯凯勒看，你连话都不跟我说了，你到底还想不想和我在一起了？阿什顿看着他，眼神里是纯粹的、冰冷的轻蔑。他轻轻啧了一声，他甚至懒得解释，只是冷冷地命令道：10秒钟，带上你的室友们离开。我可以当没这事，否则你不会想知道我心情不好的后果。菲比眼里涌上泪水，但另外2个更识时务的室友赶紧把他拉开了，几乎是把他拖出了餐厅。我想迅速溜走，但阿什顿已经站在我面前，挡住了去路。他眼睛发红，声音嘶哑，带着受伤的哽咽。就剩我们俩了，能解释一下吗？他听起来真的心碎了。为什么要把账号给你室友？为什么甩了我？你说过我是你的好小狗，是你最特别的那个。为什么你背着我还有别的备胎？阿什顿的问题越来越快，声音越来越大。他把我的手机重重拍在我面前的桌子上。是因为这个872-422XXXX 莱德·詹森，赛车之神吗？是这家伙在骚扰你吗？从我进门起你就一直在跟他发信息。他开始气喘吁吁。我看见他给你发了一堆胸肌自拍。这个不要脸的混蛋竟敢勾引别人的女朋友。他哪点比我强了？斯凯勒，你说话啊！